身为3个孩子母亲的戴安，只因自己的情夫罗伯特说了一句自己不喜欢孩子，就自导自演了一出孩子被人枪击的戏码。他身上完全没有母爱的光辉，极度自私的他，为了自己的生活，能够这么断然地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杀手，这种行为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？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起令世人愤慨到极点的自私母亲弑子案。戴安全名叫伊丽莎白·戴安·汤斯，她于1955年8月7号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出生，家里还有2个弟弟和1个妹妹。戴安的父亲维斯利从戴安12岁就开始猥亵她，在戴安13岁那年，有一次维斯利边开车边对戴安进行猥亵，一名警员开车从他们车旁经过时发现了这一情况，警员叫停了他们的车辆。在警员的耐心询问下，衣衫不整的戴安鼓起勇气说出了父亲猥亵自己的事实，但维斯利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处罚，倒是从此再也不敢有过分的举动了。不知是不是父亲带给戴安的影响，他对男女关系的认知比一般青少年都要早。在戴安14岁这年，他爱上了比他大2岁的史蒂夫·唐斯。戴安的家里人极力反对2人在一起，为了阻止这2个小年轻，戴安的父母趁着史蒂夫参军的空档，将戴安送到了管理严格的圣经学院。青春期的女孩子怎么甘愿被束缚于高墙之内呢？再加上戴安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少女，她肯定要在这高墙之内整出点动静来。于是她选择了送给史蒂夫一顶帽子，绿色的。她招摇的性格让她在学校里面很受男孩子欢迎。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戴安和一名男同学发生了关系。事后戴安也因为这件事被学校开除。回到家中的戴安和退役归来的史蒂夫选择了在一起，2人于1973年11月13号结婚。这一年戴安18岁，史蒂夫20岁。事实证明，过早的结婚并不能给彼此带来幸福。心智的不成熟在面对婚后生活压力时，总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戴安和史蒂夫也一样，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，没有稳定经济收入的2人，对待生活的容错率相当低，经常为了钱而大吵大闹。而史蒂夫则对戴安那招摇的性格十分痛恨，导致史蒂夫对戴安越来越冷淡，2人之间的爱也基本上在婚后这一年就消耗殆尽了。为了重新夺回史蒂夫对自己的关注，戴安有一次在2人欢愉过后，故意没有服用避孕药物，易孕体质的她迅速怀上了孩子。1974年，戴安生下了和史蒂夫的第1个孩子克里斯汀。怀孕和孩子的出生令戴安心情大好，但她的好心情也仅仅只体现在这2件事上，在孩子的养育上面，戴安完全不参与。她不喜欢小孩的哭闹，不喜欢半夜起来要照顾孩子。为了能再次体会到怀孕和生孩子带来的愉悦心情，戴安故技重施，再次怀孕。她和史蒂夫的第2个孩子于1976年出生。戴安和之前一样，只负责生孩子，不负责养育孩子，身心俱疲照顾2个孩子的史蒂夫，知道2个孩子就已经够自己受得了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要孩子了。于是他选择了进行结扎手术，彻底断绝了生育的能力。但是戴安不这么想，他似乎对怀孕和生孩子有独特的癖好。史蒂夫满足不了戴安的话，戴安就找其他人来负责让自己怀孕。得知戴安再次怀孕的消息后，史蒂夫是震惊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绝无可能是自己的。戴安倒也坦诚，他大摇大摆地对史蒂夫说，这个孩子是他跟一个19岁的男子怀上的。一般的男人对自己被绿这件事有着极大的抗拒心理，其他人可能会选择当场爆发要跟戴安离婚，但史蒂夫不一样，他选择了做个绿头王八。他接受这个事实，并且答应会养育戴安肚子里这个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。但是孩子的出生并没有成为2人婚姻的调和剂，最终史蒂夫还是选择了和戴安离婚。虽然戴安对养孩子没有任何的兴趣，但他还是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。从来不是一个称职妈妈的戴安，独自抚养孩子时更不能好好照顾孩子了。他经常对孩子不管不顾，经常玩消失。他不在的时候就嘱托只有6岁的克里斯汀照顾弟弟妹妹。可怜的克里斯汀还没开始享受自己的童年时光，就要尽到自己母亲未尽到的责任。由于经常吃不饱饭，孩子们只能经常跑到邻居家讨吃的，但邻居家也有没人的时候。而且孩子们会跟邻居说自己害怕妈妈，这让注意自己形象的戴安无法接受，他干脆把孩子们扔到亲戚家寄养。迫于生活的压力，离婚后的戴安找了一份投递员的工作，薪水虽然微薄，但好歹也能维持一家的生计。
不甘心受穷的戴安打起了歪主意，她利用自己容易受孕的体质，想要当一名代孕妈妈。但是代孕妈妈也有严格的审核标准，有一些标准戴安不符合，但在戴安眼里，这些都不叫事儿，她随随便便撒了谎，就这样骗过了检查。最终她为客户代孕成功，也收到了一笔不错的报酬。回到工作岗位的戴安继续着自己招摇的性格，她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周围的男人身上。这时有妇之夫罗伯特走进了戴安的视野。罗伯特对戴安是什么样的人是有所耳闻的，但女追男隔层纱，更何况戴安如此主动地追求罗伯特呢？两人最终捅破了那层窗户纸。罗伯特本身抱着玩玩的心态跟戴安走到一起，他万万没想到戴安跟他来真的。罗伯特从来没想过离婚跟戴安在一起。当他听到戴安的这个要求时，罗伯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坚决不会跟自己的妻子离婚。戴安见罗伯特不从，就经常骚扰罗伯特，甚至扬言要杀掉他老婆。罗伯特也知道戴安可能真的会下手，他自己也是在受不了戴安的骚扰了，于是他决定搬家到俄勒冈，远离戴安这个疯婆娘。但罗伯特显然低估了戴安要得到他的决心。戴安几乎每天一封信的频率写信给罗伯特，但这些信都被罗伯特拒收了。戴安见写信不成，就带着孩子开车18个小时来到罗伯特新家。再次见到戴安的罗伯特被他吓到了，他不敢相信这个疯子居然真追过来了。罗伯特明确地告诉了戴安，他不会离婚跟他结婚，因为戴安有孩子，而他不喜欢小孩子。追爱不成的戴安在听到这个拒绝理由之后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孩子身上，他绝对不能让孩子成为自己爱情路上的绊脚石。于是戴安想了一个计划，他要把自己的孩子全部除掉，好跟罗伯特在一起。1983年5月19号再晚，戴安开着车带着3个孩子来到了一段偏僻的路上，他掏出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手枪，对着车里的孩子连开数枪。事后戴安将枪对准了自己的胳膊，给自己来了一下。他对自己胳膊上的伤口裹上了一条毛巾，然后开着车慢慢悠悠地往医院开去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他还碰到了一对老夫妇。这对老夫妇开着车跟在戴安的车后面。后来老夫妇实在受不了戴安的龟速开车，于是超车走了。到了医院的戴安装作自己被人袭击的样子，他找来了护士和医生，将孩子没从车上抱下来进行急救。医护人员也通知了警方。经过医生检查后发现，时年7岁的谢利尔在到达医院时已经去世，8岁的克里斯汀生命垂危进入到急救室，最小的丹尼靠近脊椎地方中了一枪，已经瘫痪，终生不可能再站起来。警方赶到了医院，面对警方的询问，戴安发挥他说谎的本领，编造出了一个自己被黑衣人开枪抢劫的故事。警方虽然对戴安的说法有高度的怀疑，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戴安说的这一切就是在说谎，只能暂时放过戴安。当警员们来到戴安说的案发现场之后，越来越多的疑问从警员的心头涌起。这个现场根本就不像是被抢劫的现场。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些弹壳，通过走访调查，警方发现了戴安曾拥有过一把相同口径的手枪。警方跟进着这条线索，他们在戴安的住处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子弹。至此，警方已经确信戴安所说的黑衣人根本不存在，这一切都是他的自导自演。但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凶器，仅凭手里的这些证据，他们还无法完全给戴安定罪。于是他们把破案的希望放在8岁的克里斯汀身上。警方派人加强了对克里斯汀的保护。在克里斯汀昏迷的这段时间，戴安也没有闲着，他按照警方的要求去进行现场指认。在警员眼里，戴安完全不像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，他们看到戴安为此做了精心的化妆，因为指认现场的时候，外面有记者在进行拍摄。戴安在指认过程中的谈笑风生，让见多识广的警员们都大跌眼镜。什么样的母亲会在失去孩子之后还能有这样的表现呢？戴安还接受了多家媒体电视的采访，面对镜头他侃侃而谈，但唯独不见那份失去孩子的悲伤，以至于主持人都怀疑他是不是凶手了。在医生的努力下，克里斯汀终于恢复了意识。警员对克里斯汀进行了询问，克里斯汀明确地说出了是自己的母亲开枪打伤的自己，人证物证都已具备。警方迅速逮捕了戴安，但在提审前却整出了幺蛾子。戴安宣布自己怀孕了，这大姐的行为简直在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。前脚刚杀害了自己的孩子，后脚又马上怀孕准备再生一个，如此没有下限的操作，我相信世界上绝对不会再找出第二个人，
1984年5月，戴安站到了被告席，最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，50年不得假释。在法官落锤后的10天，戴安的孩子出生，最终这个孩子被一对夫妇领养。入狱后的戴安也没有闲着，他在监狱的第3个年头居然越狱了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他越狱了。警方在戴安的牢房里发现了一张纸，上面有自己写过的痕迹。警方发现上面写的是一个地址，调查后发现这个地址是戴安前狱友丈夫的家。这个狱友后来转监狱了，戴安记住了这个地址。她越狱后来到了这里，并跟狱友的丈夫发生了关系，把他迷得五迷三道的，心甘情愿地让戴安在这里住了10多天。因为这次越狱，戴安被多判刑了几年。如今60多岁的戴安依旧被关在监狱当中，他申请过多次假释都被拒绝。也许监狱才是这个自私自利女人的最终归宿。在这起案件当中，戴安幼年时的被侵犯对她的一生有着多大的影响不好说，但对自己的儿女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是无法被原谅的。按道理来说，受过苦的人在下雨时总会替别人撑一下伞，这句话对戴安来说完全不适用。他将自己遭受的苦难全都转化成了自私自利的思想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影响到他的生活了，都可以被消灭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对本案的看法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也请多多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支持。下期见。